激情過後，沈石遞過來一份離婚協議，記得把你的東西收拾乾淨，他不喜歡我身邊有別的女人。我看着他剛提上的褲子，安靜簽下自己的名字。離開時，無意聽到他跟朋友調侃，石哥真不要了。你不要了，能不能借兄弟玩玩？沈石點了根菸。再等等吧，他還離不開我，也對这麼多年了。哪一次不是你招招手，他又像條狗一樣爬回來？我站在門外沒有說話，只轉身訂了出國的機票。後來啊，沈石像狗一樣跪在地上求我回頭，我看都沒看他一眼。你這麼多年了，哪一次不是你招招手？他又像條狗一樣爬回來。石哥，我有時候真羨慕你。洛橋那身段睡起來肯定 SS。 沈石不以為然地點了根菸。他也就睡起來還不錯，不然早被我趕出沈家了。那初薇姐那邊，我警告你提到林初薇。沈石語氣頓时變了，別在初薇面前胡說八道。她跟別的女孩不一樣，我懂，初薇姐是永遠的嫂子。我站在門外，聽着他們的對話，想了想，也拿出手機回了一條消息。你幫我訂出國的機票吧，我辦完離婚手續就出來。對面有很長一段時間的正在輸入，最後回了一個好字。我放下手機，婶婶也出來了，她扔過來一串鑰匙。我在郊區還有套房子，你暫時搬去那裡住吧。頓了頓，又道，以後我每個月去看你一次。鑰匙扔在沙發邊緣，又滑在地上，發出清脆的響聲。我看着那鑰匙，抿了抿唇，我身上還有些錢。可以自己租房的他，已經穿上了外套。聞言有些不以為然，你能有多少錢這些年？你吃的住的哪一樣不是沈家給的？又回頭看我一眼，放軟了語氣，洛橋，你也別怪我，除非是我好不容易才追回來的。他跟別的女孩不一樣，你以後看到他，盡量躲遠點，懂嗎？我點頭，我不會跟他見面的。他伸手揉了揉我的額頭，這才乖嘛，夫妻一場。我不會不管你的，你以後繼續跟着我，雖沒名分，但也絕不會虧了你。說罷，他拿起車鑰匙就要出門。走到門口，又想起什麼似的，回過頭，記得把你的東西收乾淨點。我答應過他，不留下任何痕跡。沈石，我鼓起勇氣喚他，我們什麼時候去辦手續，辦離婚證？他想了想，下個星期吧，我已經提前預約好了。我跟沈石結婚，本就是場意外。19歲那年，沈石喝多了酒，闖進我的房間，誤把我當作林初薇，一夜糾纏。第二天他醒來，看到床單上的血跡，臉上浮出為難。抱歉喬喬，我昨晚喝多了，把你當成了初薇。我忍着難受，回答沒事，你不用負責。他逃也似的離開了房間。後來不知怎的，這件事傳到了沈府耳中。沈家家風嚴謹，沈父最是注重名聲，他逼着沈石娶了我。結婚那晚，沈石一夜未歸，第二天他喝得醉醺醺的回來，看到我時只說了一句，洛橋，你真讓我惡心。他以為是我向沈父告狀，逼他娶我的。其實醉酒的那天晚上，他一次也沒喊過林初薇的名字。他說的是巧巧好，巧巧你就給我好不好？我會一輩子對你好的。我信了他的話，忍着疼痛把自己交給他，沒成想第二天他便改了口。林初薇得知我們結婚的消息，很快便出了國。沈石把這筆賬算在了我頭上，婚後他對我百般厭惡，不准我踏進他房間半步，不准我跟他一起出現在公共場所，甚至不准我喊他的名字，我是沈石撿回來的。
沈奶奶時常教導我，洛橋啊，人不能忘本，做人不能忘本，所以沈家給我一口吃的，我必須全部回報給沈石，沈石說什麼我就做什麼，就連畢業後有了工作，我的工資也全部上交給了沈家。可以这樣說，現在整個沈氏基本由我支撐着。這麼多年欠沈家的連本帶利，我早還清了。3. 我的東西並不多。第二天沈石從外面回來時，我已經提着行李箱離開了。他給我打來電話，問是不是有東西落下了。我說沒有。他說鑰匙。我想起他扔在地上的鑰匙，鼓起勇氣道，沈石，你都要跟林初微結婚了，再養着我不合適。洛橋給你臉了是吧？他突然就生氣了。行，到時候別哭着回來求我就成。說罷撂了電話。以往這種時候，我總會第一時間打電話過去哄他，順着他直到他氣消為止。但這一次我沒有，以後也不會了。4. 後面的1個星期我們都沒再聯繫。林初微快回來了，沈石忙着給他準備驚喜。領證那天是個淅淅瀝瀝的下雨天，我早起打了幾個噴嚏，出門便戴了個口罩。這一切落到沈石眼裡，成了我為他傷心難過的證據。他笑得無比開心，啧，眼睛又哭紅了。我又沒說不要你，以後你跟初微，一個在明，一個在暗，互不打擾。我沒有解釋，徑直進了大廳，因提前有預約手續辦的，很順利。一拿到證件，沈石便迫不及待拍照發給了林初微。那邊消息回得很快，你讓他發誓，說這輩子都不會再跟你見面。我就相信你。沈石把語音放給我聽，然後打開攝像頭對着我，洛橋你趕緊發誓，說以後絕不會纏着我。我拍給楚微看，他聲音挺大，辦證大廳人來人往，都好奇地朝這邊看來。或許在那些人眼中，我已經成了那個見不得光的地下情人，被正式逮到，特意送来民政局出醜。我看着攝像頭，又看了一眼拿着手機嬉皮笑臉的沈石，緩緩舉起3根手指，無比鄭重。好，我洛橋發誓，這輩子絕不會再愛沈石，不糾纏他，不跟他見面，如有違背，天打雷劈，不得好死。沈石臉上的笑容慢慢僵住，他看着我，嘴唇微張，最終什麼也沒說，將視頻發了過去。我轉身出了民政局，他很快也追了出來，將一串鑰匙放在我手心。別逞強了，我知道你難受，等我哄好初微，就過來看你沈石。我看着手裡的鑰匙，低聲問，萬一被林初微知道了怎麼辦？他不會知道的。沈石語氣篤定，他有自己的事業，麻醉師你知道吧？他是我見過最年輕漂亮的麻醉師，這次回國，好多大醫院都搶着要他那麼忙，只要你不去他面前晃，他永遠不會知道你很崇拜麻醉師。我問那當然。他看我一眼，又嗤笑，我跟你說這些幹什麼？你一個家庭主婦，什麼也不懂。我低下頭，我有工作的。他臉上的譏諷毫不掩飾。你那算什麼工作？醫院的護工，伺候人的活，能掙幾個錢？他說着，人已經上了車，初微下午的飛機。我提前去給他驚喜，你自己打車回去吧。麻醉師，其實他不知道，我也是一名麻醉師，而且我就職的醫院也不是什麼私人小醫院，而是全國排名前3的重點醫院。這次出國，就是為了一台無比重要的手術。我把鑰匙扔進垃圾桶，轉身也去了機場。我是個孤兒，7歲那年，所在的孤兒院突然起火，差點將我燒死。
是院長媽媽拼命把我從裡面背出來，送進了醫院。我從醫院醒來後，便與眾人失散了。前段時間，一個叫傅林川的男人突然聯繫上我，他問我小時候是不是星星孤兒院的，他也在那裡長大。我們通過郵件確認了彼此的身份。傅林川便是小時候經常教我們識字的大哥哥。孤兒院出事後，他被傅家人找回出了國，現在是名外科醫生，而當年的院長媽媽也跟他生活在一起。生了很嚴重的病，需要动手術，他知道我是國內有名的麻醉師，問我能不能出國一趟，幫他一起完成這台手術。我想到小時候院長媽媽衝進火海救我的場景，這台手術我必須全力以赴。與孤兒院的人走散後，我曾在外面流浪過很長一段時間，直到遇見沈石。那年我8歲，因為餓，正在垃圾桶裡翻吃的沈石牽着奶奶的手路過，看到我時突然就哭出了聲。他說：奶奶，奶奶，你看他好可憐，像只小狗，我們帶他回家好不好？剛好布布也丟了。沈奶奶本不願意，是沈石一直哭，一直求，嗓子都哭啞了，沈奶奶這才同意我終於有了家小。事後沈石對我特別好，他總是把好吃的、好玩的都悄悄留給我。後來我才知道，布布是沈石養的一條小狗，那段時間走丟了，沈石看到我就想到了布布。他害怕布布跟我一樣在垃圾堆裡翻吃的，所以拼了命的对我好。我們一起上學，一起放學，一起寫作業。初中時，我因為比同齡人發育早，總被班裡的男同學嘲笑沈石，為我打了不少架。我比他大1歲，他每次打完架，總會習慣性的說一句：洛喬就是我姐，以後你們誰敢欺負他，就是欺負我沈石。自那以後，學校再沒人敢欺負我，而他替我打架的身影卻悄悄住進了我心裡。可我也知道自己配不上沈石。沈奶奶常說：洛喬啊，人不能忘本，人不能忘本。沈家可憐我，給我一口飯吃，不是讓我肖想不屬於自己的東西的。所以我拼了命的學習將那酸澀的暗戀藏進課本。後來沈石遇見林初微2人，開始在學校成雙入對。我的那些暗戀猶如見不得光的野草，在野地裡瘋長，最終慢慢枯萎，走向死亡。後來我如願考上醫學院，去了外地幾年，也難得回來一次，與沈石的聯繫自然也就少了那年暑假。是我上大學後第一次回沈家，沈石很是高興，約了不少同學聚餐。晚上回到家後，不知怎的，喝多了的他就進了我的房間。六陰下着雨，我趕到機場時已經是下午了。剛進機場大門，便看到沈石領着林初微緩緩從裡面走出，兩人有說有笑，郎才女貌，引得路人紛紛側目。我沒想到會這樣巧，下意識轉身想走另一道門，沈石已經發現了我。他注意到我手裡的行李箱，臉色立馬一變，幾步衝過來，一把將我拽進樓梯間，質問洛喬：你怎麼會在這裡？你跟蹤我是不是？樓梯間很窄。他怕我被林初微看見，剛剛幾乎是用盡了全力，手肘撞上我的腰，痛得我一時說不出話來。見我不答，他火氣更甚，幾乎是怒吼道：你 TM 耳朵聾了是不是？我怎麼跟你說的，讓你以後不要出現在我跟初微面前。這麼快就把我的話當耳邊風了。我從剛才的疼痛中緩過勁來，面對他突然的暴脾氣，我顯得更加平靜。我沒有跟蹤你，那你來機場幹什麼？他問，又看了一眼我手裡的行李箱，冷笑道：
戲倒是做得挺全，裝出一副要出遠門的樣子。要不是知道你沒親人，我差點就要信了。聽着他話裡的自信，我突然不想解釋了，伸手指了指外面，林沖微在找你。他順着我的手指看去，這才發現林初微已經找去了保安那裡。你乖乖在家等我，我安頓好初微再來跟你算賬。他說罷，狠狠踢了一腳我身邊的行李箱，出了樓梯間，直到兩人的身影徹底消失在機場。我這才拿好登機牌，去了檢票口，請下飛機後，是傅林川親自過來接我的。這麼多年不見，他早已不是當年那個青澀的大哥哥，取而代之的是一位儒雅斯文、事業有成的精英男形象，一身修剪得體的深色西裝，直挺的鼻梁上掛着一副金絲細邊眼鏡。他只那樣靜靜站着，就已經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。落巧我朝他伸出手，傅林川他回握住我的手，相視的剎那，我們都笑了。這幾個月，我們一直通過郵件聯繫，多年不見，竟也沒有隔閡。一路從機場聊到了傅家，傅家是有名的醫學世家，在國內外都很有名望。傅父母小時候醉心於醫學研究，不小心將傅林川弄丟，幸好被院長媽媽撿到。這幾年，院長媽媽就住在傅家，傅父母見到我很是高興，熱情地招待了我。相較於沈父沈母的冷漠，傅家反而更顯溫馨。上樓來到院長媽媽的房間，她兩鬢斑白的躺在病床上，看到我時流下了激動的淚水。喬兒，我的小喬兒，你都長這麼大了。我這才知道，這麼多年，院長媽媽一直沒有放棄找我爸。院長媽媽的手術不能再拖，當晚傅林川便把他的治療方案給我看了，確定好了手術時間。臨近手術前一晚，我突然有些緊張，失眠了，一個人來到陽台吹風。手機傳來消息，我打開一看，是沈石喬喬。這幾天怎麼不接我電話？看看有沒有你喜歡的，我回來給你帶他拍了滿屏的禮物搶給我看。是在夏威夷的海邊，他跟林初微一起穿着泳裝，在沙灘上，西西身後是連成一片的海岸線。他問我有沒有喜歡的禮物，他給我帶。我看着手機屏幕失了一會兒神，然後將他的號碼送進了黑名單。睡不着，我回過頭，是傅林川他遞過來一瓶水，我伸手接過，可能時差沒倒過來吧。等做完手術，我帶你出去轉轉，白天玩累了，晚上自然就好睡了。他道。我輕輕點頭，沒有說話。你變了很多。他說，還記得小時候你特別愛哭，院長媽媽總提醒我們要多照顧你。是啊，院長媽媽一直對我很好，你也變了很多。記得小時候你總是一個人捧着書看，誰也不搭理，那還不是因為你老哭，我怕把你惹哭了。院長媽媽又得訓我。傅林川一臉委屈，我被他的模樣逗笑了，又問，對了，你是怎麼找到院長媽媽的？前幾年我回過一趟國，他看我一眼，就在你們學校的畢業晚會上，當時院長也在哦。我有些驚訝，那你當時怎麼沒跟我打招呼？因為不敢確定啊，你小時候那麼愛哭，看到打針就怕，誰想到長大後竟然會學醫，而且晚宴進行到一半，你就不見了畢業晚會。我想到那晚好像是有位男士一直朝我這邊看，想過來搭訕來着。沈氏看到後還很不高興，二話不說將我領回了家，沒想到竟然是傅林川9。院長媽媽的手術很成功，我跟傅林川在病房照顧時聊到小時候，我說我到現在都還記得
你那時背我出火海的場景。我趴在你背上，嚇得直哭，你還安慰我不要怕。院長媽媽很驚訝，喬兒，你不會一直以為是我背你出來的吧？難道不是嗎？我比他更驚訝，當然不是我，是林川啊，他衝進火海把你背出來的，到現在手背上還有燒傷的痕跡。院長媽媽提醒。我驚呆了，下意識看向傅林川，他有些不好意思地低下了頭。我也是聽院長的話，要好好照顧你，那時我們都逃出來了，你最小被困在火海裡，我不能不管啊。傅林川將我救出後，自己卻倒在了医院走廊上。後來我失蹤了，他找我挺長一段時間，一直很自責，覺得是他把我弄丟的小時候的事情說開後，我跟傅林川的關係有了很大的進步。他經常會帶我去他工作的地方，跟我討論各種醫學知識，講他這幾年的經歷。慢慢的，我也跟他講了自己被沈家領養的事，然後為了報恩與沈氏之間不平等的婚姻關係。他聽完滿臉的心疼，巧巧，你這麼優秀，完全沒必要自卑，沈家能領養你是他們的福氣。我像你們國外的外科醫生，也要負責做心理疏導嗎？做你的病人一定很幸運。他卻一本正經，你不是我的病人，你跟他們不一樣，你不知道我有多羨慕沈氏。一陣風刮過，他後半段話我沒有聽清，你剛剛說什麼？風停後，我追問他，卻搖了搖頭說，沒什麼。是院長媽媽病好後跟我提出想要回國的想法。她說，喬安啊，看到你跟林川出落得這麼優秀，我打心底為你們自豪。可葉落歸根，葉落歸根，人年紀越大，越思念自己的故鄉，我還是想回國。我想了想，決定跟他一起回國。傅林川知道後，說他爺爺80大壽快到了，他剛好也要回去祝壽，便與我們同行。出發前一晚，傅林川突然找到我，說想請我幫一個忙。前段時間，傅老爺子病重，擔心傅林川找不到老婆，打一輩子光棍，死活閉不上眼。傅林川便騙他說自己已經結婚了。誰知傅老爺子聽到這個消息，第二天又生龍活虎起來，現在指明要見這素未謀面的孫媳婦，可傅林川現在連個女朋友都沒有，上哪去？給他找個孫媳婦，去瞧瞧看，在我小時候背你出火海的份上，你現在大發慈悲，能不能也救我出火海？就假裝是我女朋友，應付應付老爺子好不好？傅林川滿臉哀求，明明1.89米的大高個，站在我面前卻充滿了局促，像個傻大個。我有些想笑，院長媽媽卻跟着勸導，你就答應他吧，有我在，他不敢欺負你的。我想了想，勉強同意了。誰知回國第二天，便遇見了沈石，還是以傅太太的身份。11在沈石的認知裡，我還留在他郊區的那棟房子裡，等着他1個月1次的靈性。最近段時間，我不接他電話，不回他信息，還把他拉黑了。但他總覺得，女人嘛，說幾句好聽的話，哄哄再睡上一覺，沒什麼解決不了的。所以當傅林川領着我出現在傅老爺子的壽辰宴上，一臉驕傲地跟大家介紹，這位是我的太太洛喬。他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連基本的紳士風度都忘了。洛喬，你怎麼會在這裡？不是讓你在家乖乖等我嗎？你來這裡幹什麼？他說完，伸手又要拽我，被傅林川不動聲色地擋住。這位先生，你要對我太太做什麼？你的太太？怎麼可能？沈石冷笑，她叫洛喬，從小在我家長大，是我的
是我的。他突然有些結巴，是他的什麼？前妻嘛。他看了一眼身旁的林初薇，後者的臉比他更難看。他要跟林初薇結婚的消息早已在圈子裡傳遍，而他當初被沈父逼着娶我，除了幾個要好的朋友，沒人知道他結婚了，也沒人知道他離婚了。洛橋，我是沈石啊。他只好把目光轉向我，你怎麼可能是富太太？你在跟我開玩笑對不對？我知道你還在生我的氣。爸最近一直問起你，你跟我回家好不好？洛橋來說着，他向我招了招手。以往只要是他向我招手，不管我有多大的委屈，總會乖乖聽話跟他回家。可這一次我没有，甚至連看都没看他一眼。我輕輕挽上了傅臨川的胳膊。臨川，我們去見爺爺吧。好。傅臨川寵溺一笑，拉着我緩緩朝傅老爺子走去。沈石立在原地，眼睜睜看着我們走遠，想開口說些什麼，又沒有資格。傅老爺子很是喜歡我，誇我長得漂亮，比相片上還要漂亮，誇傅臨川命好，娶了我這樣的老婆，然後還將傅家祖傳的玉鐲給了我。得到了傅老爺子的認可，就等於被整個傅家承認了。我看了那玉鐲一眼，知道價值不菲，便悄悄將頭靠近傅臨川。等回去以後，我就把玉鐲還給你。傅臨川眨了眨眼，這我可不敢收。你要還就直接還給爺爺吧。我狠狠瞪他一眼。這一幕落在外人眼裡，成了小情侶之間的打情罵俏。在場的人都笑了，除了沈石。13晚宴結束，傅臨川取車去了，我一個人走出酒店，身後突然竄出一個人影。洛橋，你給我站住！我回頭一看，竟然是沈石。他不知用什麼方法打發走了林初薇，特意在這裡等我。洛橋，你跟那姓傅的是怎麼回事？不是讓你在家等我嗎？這幾個月你幹嘛去了？他一如既往般理所當然又倨傲鮮甜，好像全天下都該聽他的。我笑了笑，平靜道：沈石，我們已經離婚了，而且我也答應過你，以後再不跟你見面，希望你不要讓我違背誓言。什麼狗屁誓言？那不過是為了哄林初薇開心罷了。你怎麼也當真了？還有離婚，我從沒想過要跟你分開。瞧瞧，我不是跟你說過嗎？你跟初薇一個在明，一個在暗，互不打擾。我終於忍不住，揚手一耳光扇在了他臉上。沈石，你是怎麼有臉說出這種話的？我也是人，一個活生生有血有肉，受了委屈會難過會哭的人。你有想過我的感受嗎？你把我的尊嚴碾碎，又放在腳下狠狠踐踏，這樣很有趣是不是？沈石，這麼多年欠你們沈家的，我早在你身上還清了，以後我們便兩清吧。說罷，大步往前走去。恰好傅臨川的車也開了過來，他親自下車給我打開車門。注意到不遠處的沈石，微不可聞地皺了皺眉。沈石似乎是被我那一耳光打懵了，站在原地久久沒有動彈，直到車門重重關上，他才如夢初醒般跑了過來。瞧瞧，對不起，我不結婚了，我不娶林初薇了。你別走，我們還跟以前一樣好不好？瞧瞧，你別走。他說着，聲音帶了哭腔，又伸手要拉車門，被傅臨川一把揪住衣領。沈先生，你這樣糾纏別人的太太很沒有禮貌，所以我要揍你了。他提前打好招呼，然後一拳打在了沈石臉上。沈石被他打飞出去，身體重重摔在地上，轻咳一聲，嘴角緩緩流出一絲鮮血。他看着傅臨川，又看看車裡的我，恍然大悟，我知道了，
是你勾引喬喬的，對不對？你搶我老婆，還打我。他說着，翻身從地上爬起來，一拳就朝傅林川揍了過來。可他不知道，傅林川不僅是外科醫生，還是跆拳道黑帶，只輕鬆幾個來回，便再次將他打趴。傅林川拍了拍衣角上的泥土，沈先生，如果我是你，能在那麼早的時間認識他，一定好好珍惜，不讓他受半分委屈。可你瞧瞧，你都幹了什麼事？現在後悔了，想回來了？那不可能，我不會再給你這個機會的。他是我失而復得的寶貝，我這輩子都不會放手。說完這些，傅林川便上車，發動了車子。沈石躺在地上，眼睜睜看着我們的車子走遠，手上拳頭握緊，又緩緩鬆開，似乎直到這時，他才後知後覺地意識到我不會回頭了。14傅林川帶我回了傅家，住的是客房。他送我上樓時，我想把玉鐲取下來還給他，他卻不讓爺爺送給你的，你就帶着吧，這太貴重了，而且我知道這意味着什麼。我不能收，我還想取下來，他卻一把按住了我的手，正色道：瞧瞧我剛刚那些話，不只是說給沈氏聽的，也是說給你聽的啊。我仔細回想了一下他對沈氏說过的話，有些蒙圈。什麼意思？瞧瞧你不需要有任何心理壓力，我喜歡你是我自己的事，說出來你可能不信。那一年在畢業晚會上，我對你一見鍾情，後來確定你就是小時候的洛橋時，你不知我有多高興。那時我就在心裡暗暗發誓，以後絕不會將你弄丟。後來聽說你結婚了，我難過了好長時間。原本打算一輩子單身的爺爺病重時，我給他看的就是你的相片。可是老天有眼，那人不懂得珍惜，你離婚了，這一次我絕對不會放手。瞧瞧我跟你說這些，不是為了要你給我一個答復，或是回報我什麼，只是想讓你知道你很優秀，值得擁有更好的。不管你喜不喜歡我，我心裡已經認定你了，所以這個玉鐲你收下，娶不到你，我寧願單身一輩子。他說完這些就轉身離開了，我站在原地，在心裡反反复复思考着他的話，他這是在向我表白嗎？我長這麼大還是第一次被人表白。初中時因發育早，時常被班裡的男同學嘲笑，後來連走路都習慣了低着頭，將自卑刻在了骨子裡。與沈石結婚後，他又不喜歡我，甚至為了哄林初微開心，要與我離婚，怕我離婚後沒人要，又讓我繼續當他的地下情人。我被人如此踐踏，一度以為我是不配被人喜歡的。可現在傅林川告訴我，我很優秀，值得擁有更好的。他說他喜歡我，這真是一件讓人高興的事。原以為那天沈石被傅林川打了一頓後不會再出現，可沒2天他又來了。傅家是被沈父強制帶來的。瞧瞧我根本不知道你們離婚的消息，都是这混賬小子一時糊塗，我現在就帶着他來向你請罪。沈父說完，一耳光扇在了沈石臉上，跪下，現在就向乔喬道歉。一向天不怕地不怕，不將任何人放在眼裡的沈石，此刻卻聽話地跪在了地上。乔喬，對不起以前的事，是我不對，你能原諒我，跟我回家嗎？他語氣誠懇，看着我時，眼裡隱隱有淚光閃爍。我一時有些弄不懂，這父子倆葫蘆裡賣的什麼藥？沈父雖逼沈石娶了我，卻並沒有向外界承認我們的關係。平日除了跟我拿錢，也沒給過我好臉色。沈家一大家子都打心眼裡瞧不起我。
幸好傅林川回來的早，他看到這一幕，二話沒說，直接叫了保安，將沈氏父子趕了出去。傅林川告訴我，沈氏破產了。沈氏也是直到今天才知道，他一直引以為傲的集團事業，其實早已搖搖欲墜。這些年全靠我的工資接濟。沈父知道他跟我離了婚，把他狠狠訓了一頓，逼他過來請我回去。喬喬，你有沒有想過，或許當年沈父逼着沈氏跟你結婚，就是看中了你以后的工作能力。傅林川最後提醒我，沒有答話，心裡已經有了答案。16沈家父子那天從傅家離開後，路上因心緒不寧出了車禍。關鍵時刻，沈父擋在了沈氏面前。沈氏安然無恙，沈父卻躺在病床上昏迷不醒。沈氏一夜之間長大不少，他四處求人，想要救父親的命，可跑了上百家醫院，均被告知無能為力。最後還是有人好心提醒他，聽說傅家的小兒子傅林川回來了。傅家是醫學世家，傅林川在手術界又有極高的声譽，你去求他，或許能救你父親的命。沈氏再次來到傅家，長跪不起，我站在樓上，看着他短短幾天，從以往的天之骄子，變成現在歷經滄桑的落魄少爺，一時竟有些感慨，你覺得我應該答應嗎？傅林川不知何時走了進來，站在身旁同我一起看着。沈氏手術刀在你手上，你應該自己決定。我說完便轉身下了樓，開始收拾自己的工具箱，因為我知道傅林川一定會答應。他先是救死扶傷的醫生，然後才是傅林川時期。我跟傅林川再次合作，救的是沈氏父親的命。本來這台手術一切都進行得很順利，到了麻醉環節，我卻發現一個致命問題，麻醉劑被人動了手腳。但幸好我專業素養夠硬，緊急調用了備用麻醉劑，使用前又再三確認，一切才有驚無險。事後我查了監控，也問了經手的護士，所有矛頭指向了林初微。他也是這家醫院的醫生，我毫不猶豫地報警了。18林初微被帶走的那天，手機裡一直循環播放着我在民政局錄下的視頻。好，我洛喬發誓，這輩子絕不會再愛沈氏，不糾纏他，不跟他見面，如有違背，天打雷劈，不得好死。他笑得猖狂，洛喬，你違背了誓言，你不得好死。當初要不是你勾引沈氏，他又怎麼會娶你？明明你都已經離開了，為什麼又要回來？你違背了自己發的誓，你不得好死。夠了！沈氏起身打斷他的話，然後從他手裡奪過手機，狠狠摔在了地上。他從來沒有勾引過我，是我借着醉酒強占了他，然後利用沈家對他的養育之恩，一再欺負他。我不是人，該天打雷劈的是我。說罷，他狠狠扇了自己一耳光，而我也在後知後覺中反應過來，那一晚沈氏根本沒有醉。19沈父順利出院那天，沈氏正式宣布破產，沈氏也背上了巨額債務。他再也不是以往那個風光無限的公子哥，一朝跌入泥潭，連路過的狗都忍不住來踩上兩腳。沈奶奶見到我，再也說不出那句人不能忘本的話了。我警告你，提到林初微，沈氏語氣頓時變了，別在初微面前胡說八道。她跟別的女孩不一樣，因我跟傅林川都在現場。林初微看着我們，突然笑了。傅林川，你了解過他的過去嗎？他跟了沈氏7年，連我都介意的7年。我不信你心裡沒有芥蒂。傅林川答，每個人都有過去，我介意的是沒有早點遇見他，讓他受盡了委屈，所以我會用餘下的一生來彌補。21個星期後，
我們處理好國內的事，與院長媽媽做了告別，一起踏上了異國的飛機。傅林川所在的醫院正式向我提出聘請，以後我們就是永遠的工作夥伴了。飛機上，我跟傅林川說，你說的話我認真思考過了，很高興能被你喜歡。可我現在還不想走進一段新的感情，如果你不想等我，也不會怪你，以後還是好朋友。傅林川卻笑了，沒關係，我願意等，哪怕等上一輩子也沒關係。只要那個人是你，一輩子倒也不用那麼久，因為我也沒打算單身一輩子。